咁金融同埋呢個貿易同埋呢個專業服務咧，都係佔咗新加大家好啊！邊度90後生活投資頻道，我係史蒂夫。大夫。咁最近呢，呢個國際管理發展學院咧出咗呢個2023年競爭力年報嘅。冇錯啦。咁呢個香港咧，咁其實都係頭10名嘅。咁咧就比上年低咗少少嘅。係啦。咁新加坡排第幾名咧？新加坡冇記錯排第4嘅。咁香港咧就排第7嘅。哦。咁新加坡喺亞洲應該都係第1啦嘛？全球第1名咧就呢個丹麥啦。係啦。咁其實台灣都唔差，台灣都有頭10名嘅，高過香港添嘅。係啦。咁究竟點解咧香港嘅競爭力咧會越嚟越弱咧？因為上年係第5名嘅，今年就變咗第7名。係啦。咁點解咧？究竟？咁所以今日我哋係咪就要講下呢個香港點解會跌咗咁多嘅咧？係啦，因為其實都有好多嘅因素令到香港嘅競爭力越嚟越低啦。你見到佢嘅經濟都越嚟越麻麻地嘅。第一個咧就係過度依賴呢個單一市場。係啦，咁大家都知啦，香港成日都話背靠呢個祖國㗎嘛，係咪先？所以香港其實最依賴嘅市場咧，其實就係呢個中國市場。你見到其實佢好多嘅貿易咧都係同中國做嘅，因為你近啊嘛，係咪？同埋佢市場大咧，中國好嘅時候，咁當然香港都好啦。係啦。但奈何依家中國唔好嘅時候就賴嘢啦。因為你太依賴一個國家嘅時候咧，咁大家讀風險嘅時候都有講過，你將所有嘢放喺同一個籃嘅時候就死得啦。咁依家中國就經濟麻麻地，咁變相令到香港經濟都麻麻地。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咁香港經濟就越嚟越差啦。咁因為冇其他國家依靠嘛。雖然新加坡咧就好近馬來西亞，但係新加坡咧就比較上就冇咁集中嘅，即係冇咁單一嘅。係啦，其實新加坡都食好多家茶禮啦，係咪先？其實佢唔同嘅市場都有接觸到，所以喺風險分散上做得非常之好，我覺得。係咁，呢個單一市場嘅解決方法其實都唔難嘅。咁就好簡單，就係更加開放自己嘅市場啦，即係更加樂意同其他嘅國家去做生意啦。譬如係吸引多啲外資啦，咁投資翻去香港，因為你見到其實香港股市啊或者其他嘅地方你都見到其實外資撤資緊嘅，咁好多嘅資金都嚟咗新加坡，大家嘅錢就留翻喺啲經濟好嘅地方咁。咁其實要實行咧都唔係話唔得嘅，但係真係要俾啲心機同俾啲努力咯，真係。第二個咧就係一個長嘅問題，亦都係其中一個好根深蒂固嘅原因咧，就係單一產業。係啦。咁香港嘅產業其實都係得嗰幾種嘅啫。咁金融同埋呢個貿易同埋呢個專業服務咧，佔咗香港嘅 GDP 好多嘅。咁其實我覺得金融其實係香港嘅命脈嚟，基本上，因為啲好多賺錢嘅工作工種其實都係嚟自金融嗰邊嘅。咁加上其實香港係好多嘅大學都有開呢個商科啦，係咪先？咁其實都證明香港係好想喺金融呢邊咧繼續賺多啲咁樣咯。但係問題如果太集中喺呢個行業嘅話咧，其實當有經濟問題嘅時候咧，就變得好危險啦。咁如果你睇翻香港嘅經濟嘅話，其實好大部分賺嘅錢都係來自金融業啦。咁金融業咧其實都好依賴呢個單一市場，即係中國市場。係啦。就依家麻麻地啊。咁所以又令到咧呢個單一產業咧就更加唔好啦，因為連帶效應嘅關係，同埋加上新加坡咧都有發展呢個金融嘅問題。咁所以啲錢咧又係流入咗新加坡嘅時候咧，咁就大鑊啦。係啦。自己最擅長嗰樣嘢都唔掂嘅時候，咁你點樣同人競爭咧？係啦，其實呢個都幾大件事。如果真係香港再唔繼續發展其他行業嘅話咧，其實我覺得金融係真係好難會養到你一世，我覺得。係啦，因為始終其他國家都會逼住轉型啦，可能會轉喺科技行業啦，或者啲高端嘅製造業等等啦。其實單依賴金融係一個幾 risky 嘅一件事嚟嘅。冇錯，因為其實金融業咧，基本上係所有國家咧都可以做到嘅。你見到中東嘅地方都開始崛起，印尼咧都有好多啲財經嘅新聞啦，最近。係啦。所以咧，你會見到其實香港咧呢個競爭優勢咧就越嚟越少，除咗呢個地理優勢之外。係啦。要解決呢個問題咧，其實都要政府嘅努力啦。咁我都見到其實政府咧依家咧就想急起直追啦。咁可能開一啲比較新嘅一啲行業，係高科技行業啦。即係譬如係 crypto 啊，你見到佢最近都開始發牌啦要。但係咧，我覺得仍然都係唔夠，因為始終你都係冇一啲即係可以獨特優勢嘅一啲行業，譬如係台灣嘅一啲半導體行業啊。咁你會見到其實成個世界係依賴佢嘅。冇錯。咁香港就唔係，香港唔係成個世界依賴你個金融業㗎嘛，係咪？即係你唔得嘅時候，咁咪走去新加坡咯。你新加坡唔得嘅時候，咪走去中東咯，好簡單嘅啫。好啦，咁第三個原因咧，我覺得係其實係同我哋生活都有少少相關，因為就係關於呢個移民。其實我覺得係呢2年咧，香港都有一個可能規模唔係好細嘅一個移民潮嘅，因為我見到其實身邊可能以前嘅同學啊，或者朋友啊，其實都有好大部分啊都移民咗其他國家，譬如英國、加拿大啊、澳洲等等嘅。咁我哋移民嘅原因當然有好多啦，譬如話可能真係政治因素啊，或者經濟因素啊、環境因素啊等等都有嘅。其實我覺得其中一個非常重要嘅原因令到香港人移民咧，就係呢個樓價問題嘅。因為基本上係好多年輕人咧係買唔到樓嘅。係啦。咁你見到呢個移民潮其實好大部分都係呢啲年輕人。咁點解會係年輕人咧？因為佢喺香港佢覺得已經係即係生存唔到，因為你成個人攞嚟供樓嘅時候，咁你仲有生活咩？係啦。係嘛？咁冇生活嘅時候咧，咁佢唯有揾一啲比較即
即係可以 affordable，或者去揾另一個嘅地方咧，咁有個新嘅開始。冇錯啦。咁其實呢個香港居住環境對比外國咁真係冇得比，因為外國可能同一個價錢咧已經可以買到一棟嘅 house 啊，而且有停車位啊，同埋可以有個花園等等。但係香港可能只係買咗間size 係中規中矩嘅 condo， 係啦，其實真係爭好遠嘅，所以香港真係未必一個係好適合你生活嘅地方咯。好啦，咁講翻呢個競爭力，咁點解呢個移民潮會令到香港競爭力下降呢？咁其一咧就係啱先我哋提到嘅一啲年輕人流失得好犀利，係啦。咁所以如果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地區冇咗年輕人嘅時候咧，咁即係冇生產力啦，係啦，即係冇咗年輕嘅生產力嘅話，咁加速你嘅人口老化。係咪有減少你個生產力？咁其實係一件好大件事嚟嘅。同埋加上移得民嗰啲年輕人，多數啊都係受過呢個高等教育啦，係咪先？所以其實呢一班年輕人係一班幾優質嘅一個勞動力嚟嘅。所以香港流失嘅呢一班人咧，其實係一班比較高學歷啦，或者係啲比較有學識嘅人嚟嘅，唔係話單單輸入一啲可能外勞啊就可以解決到嘅問題嚟。雖然話香港咧依家都積極去吸引一啲人才啊嚟到香港咧就發展嘅，但係我個人認為咧，就算你點樣加速，即係想更加多人去香港做嘢嘅話，咁都要人哋願意㗎嘛，因為大家而家成個世界咧都係搶緊人才㗎嘛。冇錯啦。咁你香港有咩優勢咧？你又冇乜俾人睇得出，係咪？係啦。同埋你唔 focus 喺科技嘅時候咧，咁即係得金融人才嚟嘅啫，係咪？金融人才咧，其實倫敦又搶緊，新加坡又搶緊。咁呢個時候咧，咁就可能分薄咗香港嘅一啲潛在嘅一啲人才嚟嘅。好啦，以上3點就我哋覺得咧係令到成個香港嘅競爭能力咧下降嘅主要原因嘅。係啦，冇錯。咁當中可能仲有其他原因啦。咁可能我哋就未察覺到嘅。咁大家有咩意見咧，可以同我哋講嘅。最後，中意呢邊嘅朋友咧，記得 share、like 同 subscribe 我哋 channel 啦。我哋下次見，拜拜。